知道柯南里的配角谁才是最有钱的吗？我一直以为只有主角团才是天选之人，可越看越心惊，这里面的配角强到可怕，他们人均大师级别，不是背景捅破天界，就是天才发明家，不是双面特工，就是富可敌国。为什么柯南里的人个个都有钱？因为穷人没有故事，只有事故啊！今天我们就来盘点柯南里的那些强到离谱的配角，看到最后我只能默默说一句，你们咋不上天呢？一、阿笠博士，天才发明家，出场就在试验最新发明飞行器。柯南第一集播出是在96年，那可是30年前啊，那时候他就已经研究这东西了，意识也太超前了，他隔三差五就得把家里扎个大窟窿，修补费用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。他家在市中心的独栋别墅，还带个小院子，毛利家都没有小院子啊喂！房子的外观很有科技感，里面更是大到离谱。再看他给小哀准备的工作室，当时的电子设备多贵呀，全套设备都给小哀备齐了。他对捡来的孩子都这么好，对经常陪伴他的侦探团那也是舍得花钱，经常带着侦探团露营，露营用的车子、帐篷、睡袋，这些开支对他来说根本就是9牛1毛。这个年纪有一群孙子承欢膝下，想来他也是很开心的吧。二、白马探，高中生侦探，出场的时候不多，但偏偏贵公子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，他就连装死都十分优雅。他是警视厅白马警视总监的独生子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也就是说他爸是公安一把手，他在当地可以横着走。在柯南的世界里，只要有权，那钱还不是手到擒来。三、安室透，时间管理大师，他拥有3重身份，一天还打好几份工，光是黑衣组织和公安给的福利就够他好好享用了。他跟毛利大叔拜师可没少掏学费，他的座驾价值1000万日元，车子本身没什么特别，但以他开车像杂技似的技术，那车子肯定改装过，车子一旦改装，投入就像无底洞啊。四、白鸟警官，家境殷实，他家在深山有一栋别墅，整个院子种满枫树，地下酒窖里的藏酒多不胜数，而且每瓶都价值不菲。最主要的是，这栋别墅只在他偶尔度假时才会来小住，像这种住处他不知道有多少，他本人更是精通法律、建筑、品酒等，这些都显示出他良好的家庭背景和环境熏陶。所以看到这里，我们发现柯南里最可怕的不是凶手，是这些没有存在感的配角啊！他们有钱、有权、有技术、有人脉、有退路，就算世界明天就会崩塌，他们也能全身而退。而主角团天天和黑衣组织对抗，就算命悬一线，也有主角光环保命。最苦的还得是那些普通人啊！还是那句话，穷人没有故事，只有事故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你心里，柯南里最离谱的有钱配角，真的只有我盘点的这几个吗？你觉得谁才是被低估的隐藏富豪呢？